今天给大家唠唠诸葛亮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，对，标诸葛亮。这期咱不唠后面的什么武诸葛亮啊、卧龙凤雏什么鬼诸葛亮，视角往前拉个10来年，来看看我们最初的丞相老诸葛是什么样子啊。老诸葛亮我一直都是认为他是三国杀早期设计的巅峰，加不加之一都行。一个技能关星，简简单单一行字就综合了改判、过牌、控牌、辅助、限制等众多操作元素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在当年啊，老诸葛亮的操作上限那和其他武将就不是一个层级的。你玩个像关羽、张飞，甚至说周瑜、孙权这种武将，你单线思维去玩没有任何问题。回合内就先把技能放了，然后就开始甩手牌，哪亮了点哪里啊，玩起来很简单。但你玩诸葛亮就不能这样玩了，从你进回合开始，你就要思考了，我这个关星要怎么玩啊？是可着给自己过牌呀，还是给下家控牌呀，还是去控判定啊，甚至说去控底？老诸葛亮的操作思路咱不能说千变万化啊，说千变万化有点过了，但它确实有很多的抉择点。咱们看关星准备阶段，你可以观看牌顶的 X 张牌， X 为存活抉择数且最多为5，然后以任意顺序放回牌顶或牌底。关星这个技能首先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它的过牌策。前期我们每轮呢都可以稳定的看5张牌，然后你可以把这5张牌里面你最喜欢的2张放到前面去，等到摸牌阶段给它摸上来，规划一下嘛，规划狂人。诸葛亮关星最基础的就是这个5选2的玩法，选完之后剩下的牌你放牌底也行，排到后面也行啊。当然你也可以全拉下去赌2张新牌，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关星一轮最高有7张的过牌量。那这个检索能力在当年的飙风时期是非常恐怖的。接着就是控牌啊，老诸葛亮的控牌玩法也很好理解，有2种，分为传统控牌还有控判定。传统控牌很简单，你诸葛亮能关5张，那你把你摸牌阶段摸2张牌放到前面啊，放到1、2这个位置，下家摸了2张放到后面3、4这个位置啊，还有1张你自己看着办。在没有其他技能以及锦囊的干扰下，诸葛亮在当年是可以全盘掌握下家的摸牌阶段的。当年你坐在诸葛亮下家非常憋屈啊，玩个张飞他给你控张闪，玩黄英玩孙尚香他给你控基本，就窝囊完了。当然反过来啊，诸葛亮也能给下家的队友控好牌，你作为诸葛亮的队友玩月英玩香香，那他就能给你控锦囊牌啊，控装备牌啊，进行一个助爆。那这里就体现了诸葛亮这个将的灵活之处了。还有就是控判定啊，这点也不用我多说了，诸葛亮上限高就高在控判定啊，你乐不中我，兵不中我，雷不中我直接关掉，找花色就给你解了。而且我不仅能关自己，我还能关下家，控下家的闪电判定。控判定这个玩法是关星的灵魂。而最后就是控底，其实控底这个玩法绝大多数实战你根本就用不到，也没有空间用啊。很多朋友说啊，我玩诸葛亮牛逼，我会控底，你会个牛魔！控底这个玩法，一是要记牌，二是局限性也很大。当年也就职业哥打3v3用的比较多，平常在打身份局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控底，你控出来也没有太大意义。当年最多就是和甄姬打配合吧。诸葛亮跟甄姬配合的时候，他前期可以把关星看到的黑色牌全都沉底，那这样呢就能保持牌底最后几张牌都是黑色。等到后期牌堆耗的差不多的时候，甄姬就可以进行一次洛神大爆发。不过也就局限于这儿了。所谓身份局诸葛亮的控底传说，它就是个谣言，你不要信啊，没屁用。可现在环境这牌堆刷过的，一个武将一轮过10来张的，那更是没用。那说完诸葛亮的大体玩法，我想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武将的独特魅力。关星简单一个技能，实现了控己、控天、控人，在契合度这方面是拉满了。丞相他一生都在关星啊，勤勤恳恳，竭尽全力的去挽救蜀汉危亡的局势，就能关到的我都尽量关到，能顾到的我都尽量顾到。但是知天意，逆天难，有些事情不是你知道你就能改变的。你即便能看5张关星牌，能控天控人控己，但也不一定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答案。有些问题要去问天，不能去问人。随着场上人物变化，诸葛亮关星的张数也会随之减少。晚年的诸葛亮啊，有心有志有格局有资源，但就是无运无力。闪电真想要劈你，你诸葛亮关星再怎么规避也规避不了，全给他拉下也依旧会被劈。大汉气数已尽，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你一个人所决定的。
那说完关心啊，再来看空城。锁定技，若你没有手牌，你不能成为杀或决斗的目标。空城这个技能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，它很有用，但它不是一个值得依赖的技能。你玩诸葛亮，你不能为了空城而空城，你进回合什么都不想，就想着给自己搞空城。那你这样玩，你算是把诸葛亮给玩废了。空城它确实能让敌人束手无策啊，让敌人打不到你，但你想赢，你并不是说让别人束手无策打不了你，你就能赢的。你要创造收益，你才能赢，你不能陷入一个空城误区。在契合度方面呢，空城这个打空才能触发的画面感确实很不错，但咱就是说，为啥这空城防不了南蛮呢？平定了南蛮的诸葛亮居然会怕南蛮入侵，空城处在场上，诸葛亮能被南蛮生生滚死，这讲道理有点说不过去啊。诸葛亮的契合度满分10分，我会打9.5分，扣这0.5就在于诸葛亮怕南蛮。当然你也可以说南蛮首领孟获他是个蛮子莽夫，根本就不会考虑你空城什么有伏兵的情况，这也是说得过去的。诸葛亮这个将在我心目中就是永远的 GOAT， 他是一个动脑就能玩得很好，玩出上限的武将，有契合度，有操作性，有博弈。早期三国杀的技能设计为什么能让大家津津乐道？有3点，一点是技能贴合人设，第2点是技能之间有博弈，但是他的这个博弈并没有压制住手牌本身的博弈。而第3点呢，就是技能之间有符合历史人物关系的联动。诸葛亮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啊，下期我会给大家更借诸葛亮，顺带给大家讲讲诸葛亮与其他武将的技能联动啊，大家敬请期待。知天意，逆天难，观今夜天下，知天下大事。将星陨落，天命难违。